美国最近公布了海上反叛乱项目，他要干什么？要到中国南海来评判。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作死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近日，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突然开辟了一个海上反叛乱作战专栏，宣布要成立海上反叛乱项目，并开始陆续发表研究论文。相对于大国战争，反叛乱作战其实呢可以理解为治安战或者是游击战。美国人研究的这个项目，其内容呢也颇为惊世骇俗，不是打击海盗以第三世界的海上反政府武装，而是要把美国海军或者是海岸警备队派到中国南海来评判。南海治安战这个概念起源于2018年，当时美国右翼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提出了一项新的军事理论，就是美国海军应该在中国南海执行所谓的反叛乱作战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南海风平浪静，哪来的反叛组织？美国海军在南海又要以谁打仗呢？其实美国人这里所说的叛乱，并不是指的那些地方性的反政府组织，而是破坏了以美国为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础的组织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对付中国海军、海警和海上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以及中国渔民。换个角度来看，美国人实际上是把整个地球当成了自己的国家，而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警察，把挑战基于规则的秩序的行为当成是叛乱。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，美国人这次准备怎么到南海来评判呢？其办法也算是绝了，不是让美国海军来亲自动手，而是要鼓动东南亚国家的渔民和水手、石油工人等海上讨生活的打工人。美国人认为，美军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东南亚国家的船只护航，让他们树立与中国对抗的信心。最后直接动手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民间力量，这样他就能够避免与中国军队发生直接的冲突了。为此，美军还提出了2个实施方案：一是将美军打散编入东南亚国家的军警之中，用来指导、联络、督战，以大大提升后者的战斗力和挑衅意愿；其二是在南海地区常态化的部署一支美国的轻武装海警力量，来充当治安军，随时监控中国在南海的动向。而这些海警甚至还以外交官的身份出现，对华进行现场的交涉施压。2020年，美国海军就曾经为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海上活动撑腰，其第7舰队美利坚号2栖戒备群以及蒙哥马利号、吉福兹号平海战斗舰多次跑到南沙海域，为某国租用的西卡佩拉号钻井船免费护航。美方认为，这种治安战的预演成功，说明轻武装、高机动性的平海战斗舰是以中国在南海打治安战的理想装备。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下美国的海上反叛乱项目，其实就不难明白，它就是利用美国海军力量来给某些东南亚国家撑腰，然后利用被美国培训出来的这些国家的海警力量来对抗中国海警，而美国海警呢，则站出来继续充当世界警察，从而进一步的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此举呢，也能够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不要说中国海警力量已经碾压任何周边国家，更是碾压美国。而美国海军在南海地区也没有实力再给其他国家撑腰了，而他们自己在发生军事冲突中本身就是一个活靶子。美军不敢与中国军队在南海正面对决，因此才玩起了这种灰色地带的力量对决。但是他们忘了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欧盟，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
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。当该区域所有的国家都把经济发展当成主要方向时，美国人所玩的这套挑动对抗的把戏，只能是自取其辱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